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09.11， 收盘价是 113.64，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14.59， 最低价是在 107.52。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804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8 倍量缩。那在这里虽然是量缩，就单日的成交量而言啊，它依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好，我们来看 KD 值。KD 值我们会看到啊，快线的方向现在又转折向上，那开口呢也是增大，双线是上行。对，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MACD 同样我们也会看到是快线是方向转折向上，那开口呢变小，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趋势啊，空头的趋势在减弱。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啊，叫做实体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的位置呢是股价出现反弹后，然后再次出现下跌之后的反弹中。那我们会看到1月4日的这个小绿 K 线，它的实体部分和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实体部分构成了一个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也就是右侧的绿 K 的实体在左侧红 K 实体的范围之内。那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啊，如果是出现在低档，那目前是在股价下跌的低档，那并且呢，连续2日都抱有大的成交量，这叫低档的母子怀抱，它是一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也就是说，预示着股价后续将会反转向上。但是反转向上是否能成功，有一个标志，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或者后续的交易日啊，股价的收盘价要站上这根母线的最高，也就是1月3日的最高，是在 118.80 这个位置。对，那如果说后续股价收盘价能够站上这个母线的最高呢，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母子怀抱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呢，将会被确立，也就是说后续股价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上行。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收在117。那它的条件是当日股价不可以低于107。那另外一个可能呢，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 99.5。那它的条件是在当日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13的。实际在1月4日，它的收盘价是在 113.64， 出现了小幅的反弹。那我们预测的反弹117啊，和实际收盘价113啊，这两个反弹虽然在点位上相差比较大，
但是其本质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都出现了反弹，并且呢在当日是没有新低出现的。那么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啊，说连续2个交易日的 K 线，组合成了一个低档母子怀抱的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那后续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上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反转向上，对股价的上行。那我们会看到，我们还来看，回顾一下前一日的信息，也就是这条水平线113。我们说113呢是这个1月3日这个 K 线实体50%的成本线。我们说，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113呢，股价将会有继续向上反弹的可能。对，那么因为通常啊，长红实体 K 线50%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强压力。对，如果能站上它呢，那后续股价会挑战这个实体的上沿。对，好，那么好，我们把这条线先删除。对，那我们说股价后续在1月5日如果继续上行，它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母子变盘 K 线组合的母线的最高在118.8这个位置。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好，这将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我们说股价如果日后收盘价能够站上这个母线的最高啊，我们说股价将会反转向上，然后出现进一步的反弹的走势。那如果继续向上反弹，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说是在12月30日的最高是在124.48，是这条水平线，我们保留它，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删除。好，这是它的第二个目标。那如果能够站上124.48呢，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将是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1月5日我们测算是在140，当然日后那么这个20日均线值啊会继续下跌，对，会继续降低，对。好，那我们说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就是这3个点位。那我们还要再说明一下，也就是股价如果后续出现反弹，我们说在118.8和124.48这2个位置啊，都有可能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因为这2个位置呢，都是强压力，并且股价无论是站上哪一个位置，都可能会促使股价进一步反转向上。如果说主力不希望股价现在反转向上呢，那我们认为遇到这2个点位啊，都有可能遇压而反转向下。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母子怀抱这个母线的最低，也就是104.64。对，那我们说如果后续股价收盘价跌破了这个母线的最低啊，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开启一波新的下行的走势。那开启一波新的下行的走势，它一定要测试下方的93.5这个水平线。93.5这水平线呢，它是年 K 线图当中的时均值。我们来看一下，再回顾一下。对，年 K 线图时均值，我们可以看到是在93.5，今天已经是到了我们会看到是在94这个位置。好，我们来调整它我们把它上移到94。好的，好，那么说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就是这2个。那股价在跌破这个母线最低之后啊，
100关口啊将会成为一个支撑。那我们在这里说，如果后续跌破了104.64呢，那100关口它仅是一个支撑。所谓仅是一个支撑，是可能会支撑住股价，然后呢不会促使股价反转向上，而是出现一个休息，然后继续下行，去测试93点，去测试94，现在是对。好，那这是股价的下行。好，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目前的这几条水平线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日后，虽然这个颜色有些差别啊，我们要特别关注。那我们现在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的颜色，我们把这个关键的点位变成红色，因为站上这个母线的最高，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上。然后我们把124.48把它变成一个观察线，对的。然后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在对于1月5日来说，它的20日均线值是在140附近。好，我们在这儿再加一条线，我们加水平线。好，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了，说，我们依次来说一下，总结一下。对于1月5日来说，118.8，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条水平线，那股价将会出现反转向上。然后反转向上一定是向上突破，那向上突破的上沿呢，我们说是在124.48，是12月30日这 K 线的最高。那这当日 K 线最高和1月3日 K 线的最低104.64到124.48，我们说股价日后如果既不向上突破，也不向下跌破呢，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如果股价是反转向上呢，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啊，很可能会去进行横盘打底。所以在124.48到104.64啊，这是后续股价如果不突破，将会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的区域。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5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呢，是前高，也就是5日均线值是在115到118之间，实际上也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和我们说的母线的最高在这个范围内。好，这是第一个压力位。那第二个压力位呢，我们说就是124.5，对，这是第二个压力位。那再向上的压力呢，我们给出是140。好，当然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下，说一旦股价站上了118.8，我们说再向上，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区域。那我们说呢，股价有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呢遇10日均线值而出现转折向下，或者说是横盘。对，好，这是上方的压力位。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前低，这里的前低是1月3日的最低是104.64，母线的最低。那接下来的第二个支撑是100关口，第三个支撑就是94，是年线的时均值。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呢，股价会出现反弹或下行。那在反弹这个预测的结果当中呢，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反弹是会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也就是说，在1月5日，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14，在这个位置，然后最高会到达126.5，收盘会收在125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13的。那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反弹。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强势的反弹呢，我们说它会站上这个横盘区域的上沿，对，当然也站上这个母线最高，为后续股价继续反弹呢打下一个基础。好，这是第一个强势反弹。另外呢，一个反弹的点位呢是收盘会在117。那如果是收在这个点位呢，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有可能会回踩到111，最高上方会到达120，收盘会收在117附近。对，出现这样一个小幅的反弹呢，我们认为它有可能会继续留在这个横盘区域，等待日后向上突破，或者说是反转向下。好，这是2个反弹。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说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下行。那如果出现下行呢，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上方最高会到达115，最低下方会到达107，收盘会收在108附近。对，那出现这样的下行呢，实际上，所谓这样的一个下行啊，它还是一个横盘向下的一个走势。那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股价也有可能会继续在这个母子怀抱这个母线的最高和最低之间进行横盘，对，然后等待向上或向下的突破。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